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摘掉了我们中国人东亚病夫的称号。他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敬佩的英雄霍元甲。很多人可能现在还以为霍元甲是小说中的人物，但是大侠霍元甲其实真的存在。这里呢，就是天津霍元甲的陵园。门外的怀庆药店打工，在药店干活期间，他能够挑动千斤药材，徒手推动2个大青石，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霍大力士”。在怀庆药店打工时，霍元甲结识了药店掌柜农敬孙。1901年，有个俄国大力士来到天津戏园表演，他声称打遍中国无敌手，让东亚病夫们见识见识，开开眼界。霍元甲得知之后很不服气，找到农敬孙，要到戏园和这个嚣张的俄国人比武。当这个俄国人私下了解到霍元甲的武功高强时，决定妥协。到约定比武那天，临阵求饶，霍元甲让他登报认错，收回东亚病夫，这才放了他。1909年，英国大力士奥比英在上海又摆下擂台，讥讽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上海民众对此也是十分不满，但又无人敢去应战。农敬孙从报纸上得知此消息之后，于是向上海知名人士、同盟会员陈其美推荐了霍元甲，并约期在张园公开跟奥比英比赛。但到了比赛时间，却不见奥比英的踪影。原来奥比英早已经吓得焚灰破散，逃之夭夭了。张园擂台比武过后，霍元甲的影响在上海掀起了习武热潮，各大学校蜂拥而至，邀请霍元甲及其弟子去讲习武术。这一时期，有一个人对霍元甲的影响很大，促成了霍元甲从讲求传统武德向武术救国转变。这个人就是霍元甲青年时代的知己农敬孙。1910年6月1日，霍元甲在农敬孙等人的帮助下，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会。霍元甲迈出了很不容易的2步。第一步呢，是打破家规，开始收外姓人为徒。霍家7代家传绝学密宗拳，上来呢是不向外人传的，但是为了救国，霍元甲破了家规。第二呢，是把密宗拳改为迷中易，让花哨的套路变得更加的实用，以便让人们能够尽快的掌握要领，学会防身。孙中山先生得知后对霍元甲将迷中拳公之于世的高风亮节非常的赞许，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4个大字，赠送给了当时的精武体育会。可是不安好心的日本柔道会呢，得知霍元甲勇戳俄英2国大力士，又创立了精武体操会，很不服气，特地从国内选派了10几名柔道高手，由柔道会长亲自率领来华，以研究为名，请霍元甲等人来技艺馆比武。比赛开始时霍元甲他的徒弟呢刘振声先出战。刘振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一次性就连胜5人。日本领队见此情形非常的恼火，便直接向霍元甲挑战。2人一经交手，没有几个回合，日本领队就了解到了霍元甲的厉害，于是企图暗中伤人。谁知霍元甲早已经看出虚晃一招，当场用轴将其的臂骨磕断。日本人见到自己不是霍元甲的对手，就改变了策略。在比赛后，
举行宴会招待霍元甲。席间听闻霍元甲患有呛咳症，并在此次比武中也有外伤，就介绍一名叫秋野的医生为霍元甲治病。平生胸怀坦荡的霍元甲毫无怀疑之心，欣然接受，并且留在了虹口白渡桥的秋野医院。霍元甲服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逐渐恶化。此时，金武会想要接霍元甲出院，秋野又百般的阻挠。后来经过多方的周旋，才顺利出院。但是因为中毒太深而无药可救，于1910年9月14日尝试于上海金武体育会。霍元甲的徒弟和朋友们拿着霍元甲每日吃的药去化验，才知道这是一瓶慢性的烂肺药。明白了，这是日本人按下的毒手。逝世时，霍元甲年仅42岁。1989年，当霍元甲迁墓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尸骨之上意外发现了他胯部的骨头有很多的黑斑。后来经过法医的鉴定，这是一种中毒的现象，这才揭开了霍元甲真正的死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霍元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踢碎了东亚病夫，为国他踢出了中国人的尊严；为民，霍元甲开办金武会，让中国人强身健体，不受欺凌。金武会传承的不仅仅是武术，更是让中国人不畏强权、不畏侵犯、保家卫国的精神。关注阿波，让我们一起为大侠霍元甲点赞。